然后今天目标就是把那个呃 Nine 跟 Lumi 去把它去做一个介绍，然后我们并且就是用那个场景来去把它分析一下哦，然后了解这个我们技术的这个潜力跟限制哦。那我们在 如果是丢到 VR 里面的话，它的限制比较多哦，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你可以先把 VR 专案开启，或者你就开第三人称专案，然后把它去给复制进来这个 content 里面哦。对，我是这一个本机，你先复制到本机啊，然后复制过来。然后这是什么东西？这是那个 Fab 上面下载的哦。先给大家看一下，可以，它是中等品质的，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它的wireframe 其实没有那么多哦，这还好。然后呢，它的 FPS 是120嘛，对不对？好，然后它在那个什么 Nine 的视窗里面是在这边，好像预设这边是没办法开嘛，对不对？对，那个它的 VR 专案是没办法开的。Awesome see what I'm doing。对对，它预设是没有开的，因为在 VR 专案是没办法开。但是你可以直接用它的这个面数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开启。好，你必须要这个视窗开启成功，它才是有开那个 Nine 的哦。那你看一下这个啊，它的这个东西，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视窗，它会有那种三角面哦，有没有三角面？那这个三角面是说，你看它会随着距离变化嘛，对不对？然后你距离越近的话，它的三角面会越来越清楚，啊，越远的话就一样，那它的三角面会变大哦。好，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利用率哦。那但 VR 的话，就是预设是没有开启啊，预设是没有开启。那因为是为了追求这个每一个帧数的问题哦，所以你可以开一下这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是基本模板嘛，一个是 VR 模板，所以它是不一样的东西。那另外 Lumi 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开启 Lumi 的 Sense。那它其实是就是全局光照的一种哦。等一下我们去介绍比较理论的东西，我先给大家看这个怎么样去做开启。哦，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面数这样子，
的问题的大小，然后那你如果是开 LOD 的话，它就没有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只有枪有 LED 好，给大家有个印象这样子。好，所以这个那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有秀出来嘛，就是它就叫做虚拟化为多边形几何体系统，就是它就不需要去做 LOD 啊，但是就是说它其实会增加一些容量，但是呢，它在距离产生过渡的时候，比如说你从100公尺远到500公尺远的时候，它的过渡的一些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你过场的时候啦，哦，那通常你在玩游戏的时候，比如说赛车游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远方的树啊，或者是建筑物突然你靠近的时候突然变得很清楚，它本来是那种面片树，它突然就是在一个距离的时候突然发生变化，这个就是 LOD 产生过渡的状况啊。那也是就解决这个问题啊，解决这个你自动可以处理这些几何体系统的问题哦。所以我们给大家再看一次哦，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奶，就是它的自动会去变换，随着距离会去变换它的那个密度。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你可以上去 Fab 下载那种超级大的，就是高品质的。那它大概它可能它面数是蛮大的吧，这个现在是8000多面嘛，对。然后你可以是复制看看。然后它就会随着距离去做不同的变换，然后到这边就是变得是越远的话，它的三角面越少，那越近的话，它三角面越多。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差异哦。哦，然后也可以很近的看啊，它意思就是说你近看它的细节不会丢失啊哦。哦，你也可以上去 Fab 下载那种很大型的模型也可以。然后这个是这个讲完了，然后你其实可以把这个东西去开到 VR 里面看能不能跑得动啊，应该是可以跑得动，但是如果跑不动的话，我们就是要再去做优化。那所以我们一般是在 VR 专案当中是没有开启的哦，对，所以没办法去做开启。那你也可以在场景设定里面去开启也可以哦。哦，这个预设是有开了哦。它有一个参数叫做，你可以试试看，就是看一下在这里 R 点 NA，然后你可以打一下那个 console 在这边。那预设是把它打开，预设是有开启的嘛？哦。那你要开的话，它必须是你要在设定里面要再去重开一次啊，因为现在目前是没有开的嘛。那你可以把它去开启，但是变成说你就是一样是要把 Lumia 去做开启啊，就是在系统里面。
后明定，或者是你就是把那个 VIA 的那个整个移植到那个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的这个视窗里面，因为它设定其实要重设啦，要重设比较麻烦一点。那通常我们就是把那个就是专案设定那个整个抓进来，就是在这个地方 VR temporary 这边这个里面的这个把它去抓到那个外面哦。那应该就是可以用了，所以就是用这几个去做设定，然后应该预设是有开了哦。那你如果要关掉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哎呦，我再用这个地方，你把它去做关掉，那它在那里的里面就没办法显示了，你看它就会被盖掉哦。那你如果右键就是做开启，好，这样就出来了，这比较快速的开启啊。好，这样去做开启。但是 VR 里面可能它预设是把它全部关掉了，所以可能就是要去再去重弄一次啊，就再开一个新专案这样子。对啊，这个都是关掉了，没办法用。好，然后回来介绍一下。好，所以我们刚才介绍 Lumin 是什么？就是它其实是那个全动态全域光照跟反射系统，无需光照烘焙哦，实现即时光影效果。那你可以发现到，就是我们刚才 VR VR 的那个 Temple 上面是有左上角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就是你还未就是你必须要烘焙光影的哦，烘焙光影，那会让它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哦。那烘焙光影是在 View 的这边哦，就是你必须要 Build Line Only 这个东西。那目前是比较 Unreal 4的虚幻4啊，或者是虚幻5前面几个版本比较常用的，那可以帮助 VR 的速度就是运算速度会加快啊，就让它那个整个帧数会提升哦。好，然后它必须，但是因为它的那个 Lumin 的那个效能开销比较大哦，所以你必须要在那个品质跟那个效能当中去做一个那个取舍啊。哦，所以它会有一个比较居中的一个方式哦，居中品质方式。那你一样就是说，你必须要选择合适的模板，然后启用这个东西，然后再设定 VR 碰，就是 VR 角色蓝图哦。然后呢，就是我们在汇入的时候呢，比如说汇入 APS 或者是 OBJ 的时候，要选择 Build Nightlight 这个选项，那它才会使用这个多边形面数的这种方式哦。然后或者是你使用 Fab 汇入 Megascan 也是可以。然后你如果要启用的话，就我们刚才就是上面按右键嘛，选择 Nightlight，然后也可以，然后并且是你优先适用于复杂静态的环境物件哦，避免用于简单或动态的变形物件。那这个 concept 是全局性用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打0的话，
哦，它就不会出现嘛。那你在这个地方再打一次，哦，这样就出现了。所以它是可以用那个 console 去做切换，哦，就是用那个控制台指令。好，然后呢，所以你们先可能就是先用那个啦，第三人称，然后把那个档案拉进去，这样就好了。然后呢，就是你可以先把那个在那个单独软壳体上面启用的奶的方式，就是这两个啊，就是你可以在这上面搜寻，把那个物体打开，或者是在这上面按右键，然后或者是在这边搜寻。好，它这边就显示就是 enable 嘛，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 disallow 的哦，就是 disallow。那你如果这边也可以切换啊，就是如果不打勾的话，它就不会要存档。还是有。哦，这边可能这边还是要关啦，对，这边要关。它是用这个地方切换哦。那但是你在这个地方也可以找到它的那个奈的一个细项的一个修改啊。就比如说它可以设定就是，比如说 Taylor， 它可以把那个就是三角面去做一个调整，就是比如说我只想要一半的三角面。然后存档 apply。好，那它的三角面就明显会减少了。那如果我是100的话，好，那它的三角面就变多了，就是比刚刚相对比较多了。所以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比如说你用比较淡的电脑，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减少它的那个三角面。好，然后回来这边，然后所以单独的网格体上面是可以用这两个方式。然后你如果这边就刚才讲了嘛，就是它会有一个回退网格体的精细度设定在这边嘛。好，然后它也可以，它也可以一些细项设定啊。那个你就我看一下有没有网址。好，应该是在这边啦。可以细项可以在这边看啊，这边有个网址。然后这边的话，这边也讲过了，就是都是在这边开启嘛。这样子。那你可以看一下主要我们是看左上这几个啦，上面这几个。好，然后你们可以开一下看一下。你们先把档案弄好了，就是先。好，所以这个就是有 Lumi 的那个画面，就是它这个目前是靠一个投射灯去照明，对吗？那你可以设定是让它有除了这个照明之外，可以让它是平面光。然后你看一下那个像这个 VR 场景啊，同样的嘛，对不对？它就是没有阴影出现，它这边说只有光出现这样子，所以差别在这边。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什么，看一下，另外就是奈的那个一个设定哦，就是这个是你如果专案没有开好的话是出不来的，那你如果有开好就直接丢进来就好了。
然后所以你打开这个就都是奶奶，基本上是一堆三角面的。你要很近看它，它会更细。对，但是这样可能 VR 就跑不动了，所以我们刚才才会讲一些细化的一些，就是你要选它之后，在在里面再去点去细化一下，这样子，就是这个地方啊。因为太多三角面的时候，有时候那个 VR 的那个 FPS 会下降啊。它目前是60嘛，就是你在 VR 就可能会比较慢的，对，但是不是不能跑，但是比较慢，对。好，先不然就全部复制。哦，复制两个灯啊，可以玩一下，就是它的距离跟那个投射的半径，就它的方向性是有啦，所以你可以依照它方向，然后去调整，那就会多一个光源哦，就是它这个阴影会及时更新，这个就是 Lumi 的一个好处。好，然后呢，你可以试一下，就是左边是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有那个 VR 的那个场景，也是就是左边是那个传统的那个烘焙啊，那它其实跟右边的那个动态是效果是差不多的，只是说左边是为了让它的那个效能能够变好，变好的话，它其实你旋转就是在 VR 头盔里面比较不会晕眩哦，所以 Lumi 就使用这边设定去做开启，专案设定里面，哦这边。那如果真的不行用的话，POS 里面也要去做开启。那如果真的不行用，就是把把 VR 的设定给扣到另外一台哦。那另外也是就是说它的专案里面，它的专案里面的 config 这边有个 import，就是我们上次有介绍嘛，就是在那个专案的里面。哦，在这个里面啊，在这个里面它会去设定一些按键。那这个按键呢，你可以使用这个就是 plugin config 里面的 import。那它这个就设定就是说，比如说像那个就是 Oculus 那个手把的一些按钮的一个设定。那你把它也给复制进去的话，它也会去让你的那个 VR 专案可以使用，就复制到 config 里面。那本来是不一样的嘛，本来是你看它没有那个 Oculus 的那个，它只有这个 Touch 里面有啊。哦，那它是你开启的话，你开启那个 OpenSR 的那个 plugin 的时候，这边也会复制进来。哦，就是会相对是可以让你可以使用。然后就是一样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你在这边有一个叫 High Quality Transfer，它这个会影响就是透明的玻璃，就是左边是没有开嘛，右边是有开，让你的那个透明玻璃的反射是变比较好。那是在然后在这里support 这边开启嘛，然后这个地方就是 High Quality，就是这个地方打勾。就在这个专案的 rendering 设定里面哦，所以是在然后你这边可以打勾，打勾之后呢，你再关起来之后，你必须要在那个玻璃的反射里面才会看到，所以我看有没有
这边有个玻璃嘛，所以我看一下。好，那你会发现到它其实反射就也是相对还不错了，就是如果是你开启那个选项之后，好，然后这边要注意就是说，你看我们刚才那个啊，就是墙壁、地板、天花板，其实它都是一个面体啊，否则就是不然的话，它的那个光影卢米的光影是没办法去做一个启用的。比如说它是单片面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它就会在交界面的时候有问题啊，就是你看它这边会让它的就是影子产生不是很自然，交界的地方啊，就是没办法反弹啊，就是你看下面还可以，它上面这边就会比较，就是它会干扰那个阴影啊，那就像这个范例的部分一样，就它这边会无法正确捕获哦。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你场景调试方式，然后就一样，就是刚才那个这边有秀出来，就是选择 Luminescence。那这边你看单面的话，就是它会比较影响黑黑的地方啦，就是你看它黑黑的地方就没办法参与嘛，所以它相对来说，它反弹的部分也相对来说没办法使用。就是你如果是单面，它就黑黑的，然后而且就是会比较不正常，在这边会不正常。那如果是另外一面就没这个问题。好，然后这样子。然后你如果是电脑跑不动的话，你就是可以用这个选项，比如说你把这边它的这个地方去下降之后呢，它会感觉是比较糊啦哦，就是这边去做控制，有没有？如果越少的话，比如10，它会比较糊啦，就是画面会比较糊。那你如果是越高的话，它的 GPU 的负担会比较大，但是你画面越清楚，但是你的这个 FPS 会降低哦。没有你如果这边是越小的话，它 FPS 越高。如果开越大，这边就变30几。好，这边可以调整。这边这边要做吗？我做一下哦，就是从一个空场景开始哦。哎，好，然后我们建一个窗户。
然后你就是记得是上面也是要一个体啊，就是不能是那个不能是一个面。然后把它封面封起来。好，然后你再旋转一下太阳光看看。那旋转进来。你稍微让它是打在那个墙壁上面看一下。好，你有没有发现到，就是你如果是有加这个的话，有加这个 Sky Atmosphere 这个的话，它就可以帮助你的背景也是跟着太阳光的那个方向去改变哦。比如说，我看晚上的话，它会变那个紫霞嘛，对不对？黄昏就变这个黄昏的氛围。那你可以发现到，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你越靠近的话，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太阳光打到这个墙壁上面。所以这个是那个努密的特性啊，就是可以很方便让你去做一些即时的光源的变化。然后你也可以去把它降低，降低之后就没有了嘛，对不对？你会发现到这个墙壁上也不会变黄了，哦，所以它会都会去做影响。然后它这个下面可以去调整它的柔化的阴影，越大的话越柔啦。哦，那你可以强制让它更大一点，但是这个边边会花嘛，所以我们就是会用一个 console 在在这里方向光。那它预设是16嘛？那你把它 key 成32的话，会变比较细，就是它的光会变比较细致。那32以上就其实没什么影响。那如果是8的话，就是会变比较粗糙。好，然后你也可以借由这个数值去做一些硬或者是软的这种构成。那你比较软的话，就是它的光线的阴影就比较柔和一点。好，所以是这样子的应用。那你如果是点状光的话，就是用这个指令叫 R 点 Shadow Visual SNRT，这个就是说它的那个就是虚拟阴影的方式啊。那在 Unreal 5的话，我们几乎都是使用这个方式。那它的好处是说，它可以把那个就是鲁密的这个是即时的嘛？那它其实就是应该说我可以开那个就是虚拟阴影的这个这个视窗了哦，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一个就是你的灯，比如说这个太阳光呢，你可以看它比如说你旋转的时候，它会秀出虚拟阴影的选项。那这个不是霓虹灯哦，这个是它打的每个地方的部分，它会把它分成就是
分成很多块啦。哦，这样讲比较快，就是它其实就是帮你跟那个奶去一样去做分块。那这个东西其实蛮屌的，因为好像听说是3个人写这个功能的，就是把这个东西几个月就写好了。那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个东西去把阴影啊，然后把那个面数都去做细化细分这样子，所以是蛮蛮厉害的一个功能，就是对你的画面去做优化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自发光的话，就是你一样就是增加一个自发光之后，你还必须就是在这个上面再去打一个小的光源哦，因为它的自发光就不是像我们这样子有阴影的方式，不是有虚拟阴影的方式，不是哦，就是它只是开启光源，它并没有阴影哦，所以它的阴影是蛮不好的哦，所以它不是这样的方式。所以比如说像自发光加进来之后，你会感觉到它的阴影不是很好，就是你看我在移动的时候，就是其实不是很好，所以我们通常就是为了画面品质，我们会再加一个小灯进去，这样子，它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呢、相对来说它的那个阴影的品质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打开这个那个细分的视窗的话，也是会看到的吗？那它如果是就是跟其他光去做影响的话，都会去做细分的、哦，这样子。好，然后呢，你们的话就是差不多留点时间用了啊。这边就是VR 优化技巧了，就是我们用这个指令叫 state unit，然后一样打在下面。那它会秀出就是目前的那个每秒的每秒的帧数啊，就是每秒是70帧嘛，然后1秒是几微秒的一个数据、啊，它跟那个 FPS 是类似啊。然后你可以再打 STAT GPU，这边也是有一个 total 加1帧的那个数据，那这个都可以帮助你去看你现在场景上面的问题在哪边，哦，这个都可以。然后你如果是 VR 那个场景，就是它其实就优化的蛮好的，蛮快的这样子。我都在这边也可以开启啊。然后你们今天就是我讲一下作业了，就是例如说就是帮他去加一个阳光系统跟 HDRI 啊，就其实这么简单。但是你可以使用这个那个我们这个 Star Content 里面 Blueprint 可以使用啊。对，看一下。然后等一下就是把这个场景打开之后，那边设定一下，这样子，这样应该就可以了。我看一下在那边。因为现在这个里面没东西啊，现在这个里面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灯啊。那你要设定的话，就把 Star Content 的那个 Blueprint 拿进来。因为我这边没有是。那我就是你们就要那个开的是要加，或者是说在这个地方加那个 content pack，然后加 star content 这样可以。
或者是你就是把这个 Blueprint migrate 进来。好，这样就有了嘛？就拉进来之后，它可以设定 HDR。那你可以上那个网站，上一些网站去 download HDR、Poly-Hyphen 嘛。然后你记得是要下载，是要那个 HDR 格式啊，不然就是会，因为它预设是 ESR 嘛，就会不对，所以要下载 HDR，然后去把它拉进去。哎，那它这边有一个 HDR 的部分可以把它拉进去。那你如果是 ESR，它就没办法用这样子。哦，是这样。然后打勾，然后它 HDR 就会进来了。然后你可以去旋转一下它的亮，可以设定亮度嘛，然后可以旋转它，然后整个场景的亮度也会改变，就是你打到什么地方，它会反射，也会出现，比如说这边有夕阳嘛，然后打进来这样子，你就感觉就是有夕阳的感觉，所以它会随着那个你的这个夕阳的这个图面，比如说你旋转它的图，它的整个光影的那个感觉也会不一样。你们可以用这个试试看一下，或者是说你就直接再加个日光也可以。但是你加日光呢，就从这边，从这个地方，呃，environment 这个，你可以直接加 direction light，然后再加 sky white focus。那这个就你其实你可以这边去调整，或者是说你就是这边搜寻，这边也可以就是旋转嘛，对不对？那它的日光就比较强烈，比较直接。那你可以设定这边都可以设定这个亮度跟那个 source angle 嘛。好，所以你除了有 HDRI 方式，也有可以就是使用太阳的功能这样子。好，所以这是两种方式设定，然后你们再把它给截图上传，就是你用 OCAN 截图上传也可以。好，然后你弄个夕阳的感觉，这样子。然后晚上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很暗，或者是你用一个 HDRI 是晚上的。哦，就是把它再拉进来。然后你其实这两个就如果是不要就把它杀掉，因为我这已经有一个黄昏嘛，所以我就截图 F3截图，就 OK F3哦，然后可以把它杀掉。然后一样是用 BP。
这个要勾啦，不勾就没办法用。然后你如果让它很暗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可以调整一下。这边这样子类似这样，然后可能就这样感觉也不错啦。然后外面的这个灯再把它调成蓝色，好，这样可能就好一点，这样子。然后在 F3那个 OK 截图一下。好，大概可能今天作业是大概这样子啊，他们就操作一下好了哈。然后还给你们，然后你们讲一下你们作业啊。其实我们大概就是大概一般的作业是大概都是占总成绩大概3分啦。那我们可能就是8到10个一般作业嘛，然后一个期末作业这样子，然后期末作业好像大概30%左右，20几到30%，然后有个课堂表现嘛，所以就是作业记得就是你们就是课程有的话就截图一下，然后就上传，这样才有分数，就是这样累积你的分数就比较高。然后我们期中没有作业，所以我们下礼拜期中考就先不上课嘛。然后你们如果要来教室用电脑也是可以来用这样子。但是你如果要补一下作业的话，就来教室用一个样，就教室比较快。然后我看一下作业时间，嗯，已结束嘛，那我就把它打开，然后你们就可以补交了。我就是开到下周5好了，18号好了。下周54月对，这样你们就是没有交的人就稍微补一下就好了。